嘿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超适合每位男人——手表。你可能会想，现在手机都能看时间了，为什么还要戴表？但我告诉你，手表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计时工具，而是男人唯一能光明正大戴的珠宝。记得订阅，我们开始吧。各位兄弟，我们先聊聊为什么男人需要手表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不公平的事？女生出门可以全身 bling bling， 耳环、项链、手链、戒指戴好戴满，甚至包包还能换着搭配，每天都像走时尚伸展台。可是男人呢？我们的配件就那么几样，皮带、领带、鞋子，再怎么讲究也就那样，没啥变化。结果唯一能拿来耍帅、展现品味、顺便炫富的东西，就只剩手表了。你以为手表只是用来看时间的？天真！现在手机一拿出来，时间、天气、股票行情通通有，理论上是没必要戴表了，对吧？但问题是，当你在重要场合掏出手机看时间，别人只会以为你在滑脸书或回女友讯息，完全没质感啊！想象一下，带着一只精致的机械表，优雅地抬起手腕，瞄一眼时间，瞬间散发成熟稳重的魅力。还是说掏出手机看时间，顺便被 IG、LINE 讯息轰炸，搞不好还分心多滑了几下，形象全毁。所以手表的真正用途不是看时间，而是让你在需要的时候显得有品味、有层次，甚至有钱。还有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手表是男人唯一能炫耀的珠宝？你总不能天天戴个大金链子出门吧？就算你是 K 歌之王，还是个社会大哥，太高调还是会被人侧目。但手表不一样，它是男人唯一能光明正大戴的奢侈品，而且越懂表的人，就越能从手表细节看出你的身价和品味。一个戴劳力士的男人和一个戴 Apple Watch 的男人，两者之间都会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。戴着劳力士的这个男人懂得投资自己，稳重可靠，可能是成功人士；还是说 Apple Watch 这个男人爱科技，追求效率，可能是 IT 工程师，但可能一换代就被最新款打脸。当然，买什么表还是看个人需求，但有句话说得好，戴什么表就代表你是什么样的人。手表不仅仅是一个工具，更是一种身份象征，甚至有时候能帮你在社交场合加分，让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大大提升。这里我推荐几款不同风格的腕表。第一款正装表，劳力士 Datejust。 如果你对手表一窍不通，但又想买一只带出去有面子的正装表，直接冲劳力士 Datejust， 绝对不会出错。那么为什么选 Datejust 呢？因为它太安全了。你可以想象，它是手表界的白衬衫加西装，不管你是要去参加婚礼、商务会议，还是只是去喝个下午茶，它都低调又不失尊贵，完全不会让你被误认为是暴发户。它设计简洁大方，没人会说你浮夸。还有劳力士金字招牌，没人会说你买错。再来是它的二手市场保值率超高，没人会说你亏钱。戴上它，你从人家面前走过，人家都以为龙卷风来袭，因为你走路带风。最经典的款式是不锈钢搭配银色或蓝色面盘，戴上去整个人自带一种成功人士的气场，仿佛随时可以从皮夹里掏出一张黑卡，来刷我的卡那种。Datejust 有个的隐藏超能力，无痛提升社会地位。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？你去高档餐厅吃饭，服务生瞄了你一眼，语气敷衍地说：“先生，请稍等。”但如果你的手腕上不经意地露出一只 Datejust， 他马上换个表情，礼貌地问：“先生，您是常客吗？请问需要推荐红酒吗？”这不是魔法，而是劳力士的社会影响力。甚至有些长辈看到你戴 Datejust 会瞬间对你刮目相看，觉得你是个有规划、事业稳定、不乱花钱的可靠男人。但他们不知道，你在买这只表之前已经省吃俭用很久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劳力士等于不会赔钱的存款，虽然二手价暴跌，但是公价涨了，等到市场回复，劳力士还是保值的。你买一只最新款 Datejust 花$8000，戴个5年，二手市场搞不好还能卖个7000甚至更高，算起来比买车还划算。不像手机，1年后就跌价50%，劳力士的价格是稳稳的，像房价一样慢慢涨。所以买 Datejust 不只是买表，还是一种理财。戴上 Datejust， 你就是事业稳定，需要一只正装表的人，还有喜欢稳稳赚钱，不会买到赔的人，还有一些想低调炫富，不想一眼被看穿是土豪的人。如果你预算在8000至12000美金，
又想要一只可以戴一辈子的表 ，Datejust 绝对是手表界的投资神话，戴上它你就懂了。第二款运动表，欧米茄 Seamaster Diver 300M。如果你觉得正装表太文静，想找一只既能潜水又能泡夜店的表，那欧米茄 Seamaster Diver 300M 绝对是你的首选。首先，戴上这只表，你瞬间正50%007气质。虽然你不会变成詹姆斯邦德，但至少能让你在某些场合散发出一点特务的神秘感。这只表该稳重时稳重，该狂野时狂野，像是腕表界的双面间谍。穿西装时很绅士，配个 T 恤牛仔裤也完全没问题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不像劳力士 Submariner 那么高调，不会让人一看就觉得，哦，你就是那个爱炫富的人。你去上班可以戴，你去潜水可以戴，还有你去约会当然也可以戴。品味度还加10分。Seamaster 能见度超高的波浪纹面盘。你知道男人买表除了要帅还要有特色，不然花5000多美金带出去没人注意，那不是很亏。Seamaster 300M 最让人一眼认出的特色就是那片超级有辨识度的波浪纹陶瓷面盘，像海浪一样低调中带点骚气，阳光一照，哇塞，整只表质感瞬间拉满。它搭配渐行指针和陶瓷表圈，再加上一个超顺手的旋入式排氦阀门，虽然你可能一辈子用不到，但有总比没有强。这只表完全就是一只潜水表该有的样子，但又不会太粗犷，任何手腕戴上都很协调。你知道吗？它傣族出好损的机芯升级。以前很多人嫌欧米茄机芯输给劳力士，但 Seamaster 300M 现在用上了自产的8800机芯，精准度获得天文台认证，还抗磁高达15000高斯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手机、电脑、磁扣、钱包随便靠近，它都不会受影响，时间依然准到爆。你不用担心哪天手表被磁化，走时乱跳像中了邪，让你迟到开会被老板骂。劳力士 Submariner 的平价替代，不是更有个性的选择。很多人说 Seamaster 是劳力士水鬼 Submariner 的平价替代款，但这根本是误解。因为水鬼要加价排队， Seamaster 直接有现货。水鬼带出去一堆撞表，山寨鬼是一大堆， Seamaster 反而更独特。还有水鬼现在二手市场价格飞天， Seamaster 价格更亲民。所以如果你想要一直有身份、有运动感又不会太张扬的潜水表， Seamaster 300M 绝对是优雅与实用兼具的王者。尤其是在5500至6000美金这个价位， CP 值直接爆表。那些人适合 Seamaster 300M 呢？爱潜水、爱冲浪、爱运动的阳光型男，还有想要007的气质，但不想排劳力士等2年的绅士，还有上班也能带，下班还能带女朋友去喝调酒的男人。总之，带上 Seamaster 300M， 不管你是要当个上班族、潜水高手，还是酒吧里的风云人物，这只表都会是你的最佳搭档。第3款，工程师必备 IWC 万国 Big Pilot。 各位观众，假设你今天走进一间咖啡厅，看到有个男人坐在角落，手上戴着一只大到可以当盾牌的手表，你会不会好奇他是干嘛的？他可能是个飞行员，也可能是个机械工程师，或者他只是单纯觉得手表太小看，不清楚。没错，今天要介绍的就是 IWC 万国 Big Pilot， 一只霸气到让你手腕瞬间变粗2圈的飞行员腕表。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很多手表都太小家子气？有些36毫米和38毫米的小表盘，戴在粗壮一点的手腕上，根本就像小孩的玩具。Big Pilot 直接来个46毫米大表盘，一戴上去，气场立刻加100。字超大，看时间不用眯眼睛。表盘设计干净利落，没有多余装饰。超大洋葱型表冠，戴手套也能轻松调时间。这只表原本是为了飞行员设计，让他们在高空作业时能一眼看清楚时间，所以整个表盘就是实用主义的巅峰，没有复杂的计时功能，就是大。Big Pilot 就像是工程师的理想腕表。你可能会想，这不是飞行员表吗？怎么变成工程师必备？重点来了， Big Pilot 之所以适合工程师、建筑师、码农、机械师，就是因为它的设计实用、精准、抗磁、耐操，完全符合工程界的审美标准。你想想，工程师的思维是不是不喜欢复杂，只要精准？还有机械师的精神，要求看得清楚，用得顺手。更不用说码农的习惯，长时间盯着电脑，偶尔抬头看表，因为表盘够大，眼睛也得以放松。
加上 IWC 自家52110自动上链机芯，7天超长动力储存，你1个礼拜忘了上链都不会停，完全符合工程师懒得每天上链的个性。带上 Big Pilot， 你就是气场王者。你有没有遇过带着36毫米小表的 IT 工程师在会议上发言，老板完全没注意他在讲啥？或者是带46毫米 Big Pilot 的 IT 工程师，一抬手全场瞬间安静，老板以为他是 CTO。Big Pilot 不是低调的表，它就是为了存在感而生。它不是那种要藏在袖口里的手表，而是要堂堂正正露出来，让人一眼就看到。你戴这只表，不管去开会、去工地、去机房，甚至只是去 7-Eleven 买咖啡，都会被注意到。我整理了适合 Big Pilot 的人，工程师、机械师、建筑师，任何需要大表盘的专业人士，还有飞行员、航空迷，喜欢军事风格的男人，手腕够粗，喜欢大表，不怕高调的人。如果你觉得手表就是要大，那 Big Pilot 绝对会是你的完美选择。戴上它，不只是看时间，更是展现你的存在感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专业的，我超强。第4款入门机械表，精工 Seiko Prestige。预算不高，但又想带一只机械表，怎么办？这时候精工 Seiko Prestige 就是你的最佳解答。如果劳力士、IWC 这些大品牌的价格让你心跳加速、呼吸困难，那 Seiko Prestige 就像一杯高质感却不伤钱包的黑咖啡，让你用1000元内的价格体验机械表的魅力。很多人以为精工只是个做平价手表的牌子，但其实它的机械表历史超级硬，甚至在某些圈子里 Seiko 甚至被称为亚洲的劳力士。Prestige 系列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入门价位中提供纯机械机芯，完全不用电池，靠手腕活动自动上链。更不用说日式工艺美学，面盘细节超有诚意，还有亚洲人最在乎的超高 CP 值，500-600美金就能拥有。Prestige 就像是机械表界的平价西装。你可能听过一句话，男人的衣柜里一定要有一套好西装。那在手表界 Seiko Prestige 就是你的第一只正装机械表，价格不贵，但质感一流，戴上去就是加分。最经典的款式像是白色搪瓷面盘加上蓝钢指针，优雅又有点复古，适合搭配西装或衬衫。渐变太阳纹面盘，不同光线下反射出不同层次的光泽，看起来高级感满满。珐琅面盘和漆面款，这可是 Seiko 的隐藏杀手锏，完全就是腕表界的艺术品。重点是它不像有些平价品牌只是长得像机械表， Prestige 的每个细节都很讲究，带出门绝对不会被误会是便宜货。机械表的浪漫 ，Seiko 的4235机芯。为什么要买机械表？10英表不是更准？对真正懂表的人来说，戴机械表不是为了精准，而是为了感受时间的流动。Seiko Prestige 搭载的是自家4235自动机芯，拥有41小时动力储存。虽然不是顶级机芯，但在500美金这个价位已经非常有诚意。你可以透过透明底盖看到机芯的摆陀在运作，这可是机械表迷最享受的部分。每天看着它滴答滴答转动，心情都会变好。最适合 Seiko Prestige 的人有刚入坑机械表的新手，不想一开始就砸大钱，还有需要一只体面又不浮夸的日常正装表，欣赏日式工艺，喜欢简约优雅设计的人。如果你预算有限，但又想拥有一只真正的机械表， Seiko Prestige 绝对是最稳的选择。戴上它，你不仅是在看时间，更是在享受机械表的美学与工艺，让你在手腕上感受到时间的魅力。有些人会说，现在手机就能看时间，为什么还要戴手表？拜托，这种说法就像是 Uber 这么方便，为什么还要开车？手表不只是看时间，更是身份象征。手表的意义早就超越了看时间，它是一种身份象征，一种态度，一种男人的灵魂配件。所以男人们，下次老婆问到为什么花那么多钱买表，而不买金项链给她时，你可以回她一句，男人的饰品能有几个？项链可能过几年就觉得太潮了，戴不出去。戒指结婚才会戴，平时戴个大金戒指可能还被误会混社会。耳环不是人人都能驾驭，除非你是摇滚巨星。但手表不一样，它是唯一一个从20岁戴到80岁都不会觉得奇怪的配件。而且不同的手表会让你在人生不同阶段展现不同的魅力。年轻时戴运动表，活力满满，展现个性；工作后
戴正装表，低调沉稳，体现品味，成就高了；戴复杂功能表，展现你的内涵与地位。你说，手表是不是男人唯一能戴一辈子的饰品？一只好表，不只是时间的记录者，更是你人生旅程的见证者。看表识人，手表透露你的个性与品味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手表其实是最快透露你个性的东西之一。想象一下，你走进一间商务会议室，看到这几个人。A 先生戴着劳力士 Datejust， 稳重可靠，可能是公司的高层或资深主管。B 先生戴着欧米茄 Seamaster， 有活力又有品味，可能是成功的创业家。C 先生戴着 Seiko Prestige， 务实不做作，可能是个实战派的工程师。D 先生不戴表，开会一直拿手机看时间，可能不太讲究细节。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？手表就像是你的无声名片，别人看一眼就能大概猜到你是怎样的人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成功人士都愿意花钱买好表，因为这是一种社交密码。戴手表就等于有时间观念，显得更可靠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真正的大人物都一定会戴表？这是因为戴手表的人通常更有时间管理的概念，更让人信赖。约会时，女生看到你戴表，会觉得你是个有规划、有责任感的男人；工作时，客户看到你戴表，会觉得你是个守时、专业、有条理的人；谈生意时，老板看到你戴表，会觉得你不是个随便的人。尤其是在正式场合，如果你一直拿手机出来看时间，别人可能会觉得你在滑手机，不专心，没礼貌。但如果你戴的是一只好表，轻轻抬腕，就能优雅又专业地掌握时间。这就是手表的魅力。还有，手表是身份的象征，也是男人的理财工具。有些人买表只是为了装饰，但真正懂表的人会把手表当成一种长期投资。劳力士、百达翡丽、爱彼这些品牌的经典款基本上不会贬值，甚至越来越贵。买对了手表，几年后可能还能增值，等于你戴了好几年，最后还能赚一笔。而且手表不像车子，车子开了就掉价，手表戴了几年，只要保养好，照样保值。所以很多成功人士买表不只是为了炫耀，而是为了让自己的资产更稳定。毕竟你总不能随时拿出股票给人看，但手表就能低调又优雅地展现你的品味和财力。男人一生至少要有一只好表。手表不只是一个工具，而是一种态度，一种品味，一种身份的象征。你想展现专业，戴一只正装表；你想展现个性，戴一只运动表；你想展现实力，戴一只经典保值的腕表。男人的魅力藏在细节里，而一只好表能让你的魅力瞬间提升好几个档次。所以别再说手机能看时间了，戴上一只适合你的手表，你会发现世界都不一样了。最后，如果你是个讲求细节的人，想要用最优雅的方式炫富，那一只好表绝对是你不可或缺的配件。你会选择哪款呢？留言告诉我，让我们一起聊聊男人的终极首饰——腕表。好了，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